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龙应台的文化精致和利有为的天问。我们今天讲2篇文章啊，一篇文章来自台湾的作家龙应台，另外一篇文章来自于中国大陆啊，深圳的前市委书记深圳前市委书记利有为。那么我们一篇篇讲啊，先讲这个龙应台。龙应台其实这不是一篇文章，是一个脸书啊，脸书的一个贴文。他是在10月3号啊，10月3号在脸书上贴文，以自己在这个阅读的一本书为引子，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战》啊。那么讲什么呢？讲这个奥地利的画家克林姆跟这个法国雕塑家罗丹在维也纳下午喝下午茶，然后这个欣赏音乐、钢琴雪茄、壁画等等这个画面然后几年之后战争全毁，因为战争全毁。那么这个帖子写的很精致，很有画面感，也很有意味啊，很有意味。当然最后呢，我读一段，他是这么说的啊：放下书去泡个咖啡，回头书已经被流氓占领，流氓是他的一只猫啊。这样一个微小的平静无事的片刻，一只孩童般天真的猫，一张被猫当作特大号抓板的无所谓的破沙发，一本由无数文化细节织出的关于科学和艺术的书，可以持续吗？我有权利要求持续吗？战争是可以把人民当筹码豪赌一盘的吗？战争是可以当综艺茶余饭后随便聊聊的吗？怎么我看见的却是文明所有细节的摧毁呢？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战啊！这个脸书的帖子，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这个帖子呢有2285条评论，304次分享啊。那么我选择一些回应。作家杨索杨索是台湾的一个作家，劈头盖脸就说了一堆，矫情的人很多，像龙应台矫情到这等档次的少。或许他与特首第一排的某些人有相似的情怀，期待台湾的新生，散播束手就擒、不战而降、举白旗的伪和平主义者氛围。这种投降论说给中南海及人数众多的对岸听这是杨索的一个回应那然后另外一个作家叫吕秋远说，龙应台眼前所见只有反战争，看不到挑衅的是谁，纳粹化的是谁，迫害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是谁，杀害、性侵、再教育香港人、维吾尔族人的是谁？然后在自家的书房里，轻酌着咖啡，翻看着西方文明的战争威胁原文书，让一只猫轻轻柔柔地窝在身边取暖。看不到文明，只听到左交式的布尔乔亚腐臭吕秋远最后说，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攻然后呢，这个参加过反伊拉克战争的这个街头运动者叫郑春琪他说吕秋远的批评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的而且很多反对反战说并不等于好战。我们以前上街抗争，龙应台真的只是在那里喝咖啡郑春琪说，不可以一开始就扣帽子，什么左交书袋喝咖啡，彼此的看法要互相尊重那么他太快用这个左交讲龙应台是左，那太抬举他了。台湾人向左的，我就不这么想他其实讲他自己是左
作家冯光远他说看到龙女士反战声明，我想到的却是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家邓拓、小说家老舍、文艺评论家陈孝宇、新月派诗人陈梦家、梅兰芳弟子严书珠、哲学家熊十力等这些名人，因为文革10年受不了身心摧残，自我了断。冯光远说：“不管你说什么，我呕吐啊！”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这个帖子，在台湾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啊。那么，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也来讲几句。最近两岸不平静啊，那么美台关系升温，解放军军机几乎天天都到台湾上空袭扰，威胁台湾，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是国民党的前主席那么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前一阵子跑出来跟台湾人讲，要坚持9·2共识，不要惹大陆，美军不会来的，首战即终战马英九说这番话，加上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机跑得来袭扰，台湾公众的情绪其实是，对于解放军的军机，台湾公众已经基本上有一点疲了，所以，有点习惯了，所以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反而马英九大家有点不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毕竟他是前总统总统是什么？三军统帅，你不战而降，什么道理所以大家是有点不高兴而且有很多人反应很强烈。那么，因为其实你想一下，当年国民党带着大家反攻大陆你现在跑得来讲9·2共识，首战即终战，你怎么对得起国军弟兄？是不是你现在国军弟兄还解放军飞机过来，国军还要飞机起来，是不是？你这讲这个话讲不过去所以这个大家是有点不高兴。那么龙应台在这个时候跑出来说反战，那大家当然更不高兴为什么？马英九做台北市长的时候，请龙应台做他的文化局长。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请龙应台做他的文化部长。那么马英九说首战即终战，龙应台跑出来说我反战那么这个时候龙应台冒头，大家就觉得他是在呼应马英九所以我们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跑到龙应台的脸书上给他留言有很多骂得很难听那么这是一种社会情绪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那么我们不讨论因为实在是已经有太多的讨论，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为什么？能够和平谁打仗打仗都是有他不得已的理由那么何况这个题目在台湾根本就没有讨论空间。为什么？你想一下，台湾没有挑战大陆对吗？你想一下是不是？台湾没有挑战，台湾也没有威胁对岸现在的问题是台湾只是不想屈服，不想投降而已，对吗？那么龙应台说我反战，你反哪个战？你反对台湾人的这个不想投降，不想屈服吗？那这个反战，如果反对这种反抗的话，那龙应台就失去了人的基本立场嘛，是不是？所以台湾脸书上的这个群情汹涌基本上是合理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讲基本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说战争它的正义性，我们也不说战争的某种它背后的一些
利益等等，我们不说那些东西，我们只说一件，在台湾现在的台湾，他有没有去挑衅？他只是在防守，他只是不投降而已。如果你是反对这个战争的话，那台湾人跑到这去骂，我觉得骂得很合理，是吧？龙应台有2个身份，一个身份是作家，一个身份是公众人物啊，因为他当过文化部长，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那么他也经常参加很多公众活动，他是个公众人物啊，当然他也是个作家。如果他只是在他自己写篇文章的话，那是私欲，没人管他。但是他跑到脸书上来写给大家看，这是公寓啊，这是公共域，就是公众场合。那么当然，公众场合公众就可以回应啊，这就是一个公众表态，就说他跑到脸书上来写一篇这样的文章，那么你可以理解他是一个政治表态。那么台湾的民众跑到他的脸书上去回应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公众事件的一个互动形式啊。这里面反映了2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两岸关系紧张，其实对台湾社会引发了台湾社会的不安啊，这是一个情形啊，一个情形。这第2个情形就是这种不安，或者说翻过来讲，大陆方面持续的对台施压，实际上在累积社会公众的一种不满情绪。我讲的是台湾社会的这种不满情绪在累积。但是你可以看到，台湾社会内部其实它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啊，为什么蔡英文总统啊，在美台关系升温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踩刹车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踩刹车的，就是不要跑得太快。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台湾内部的政治势力的整合，或者台湾公众的一个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当他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的时候，政府他不可能跑得太前面，民意没有统合起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这件事情是反映了台湾内部的这种分歧啊，一些分歧和这种不安不满的情绪啊。这件事情啊，我们大体上说一下啊。这是一个我们大体上说一下龙应台的这篇脸书帖子啊，在台湾社会引起的一个反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李有为啊，李有为我们很多网友不认识他，这个很正常。李有为是1992年，他是90年去的深圳啊，然后92年当市长。95年当书记啊，那么基本上一直到98年，李有为在深圳主政治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深圳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南巡啊。邓小平南巡是92年啊，那么邓小平南巡，然后在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李有为是当市长当书记，所以他是深圳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那么李有为退了以后，他一直在政协啊，这政协也一直在发表一些看法。那么而且在一些关键的时候，他都发表一些看法，所以他是比较受关注的一个人。但是李有为今年已经82岁了，他是高龄了，82岁高龄。他写的这篇文章是在9月22号在香港文汇报刊登。香港文汇报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中共在香港有3份报纸啊，文汇报、大公报，然后是香港商报啊。香港商报后来被这个深圳特区报收购啊，那就已经退出了这个
文大商三份报纸的序列。那么香港就是中共在香港的2个主要的宣传阵地，一个是文汇报，一个是大公报，他们已经合并了啊。我简单说一下。那么这篇文章9月22号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面，题目就叫路在何方。你听这个名字就是个天问啊。这篇文章呢，其实非常有价值。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讲的原因是在于就是它反映了什么？它反映了立委这一批中共的中间官员，就是中间分子啊，中共的管理官员当中的中间分子，他们的一些困惑和迷茫。这篇文章真的是反映的是他们的迷茫，因为你要知道，过去3-5年时间，中国的形势，特别是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习近平一方面不断的在清洗他的队伍清洗他的中共的这种高层的队伍，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人事上面巨大的调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这种反改革，我们之前讲左转什么都不准确，其实就是反改革。他反改革已经走得非常远，远到什么地步？远到了像厉有为这样的官员，他都已经搞不清楚我们现在该往哪边走了。就是他已经像厉有为这样的核心的官员，虽然他已经不在位置上，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深圳市长兼市委书记兼市长一个这样的官员，这样级别的官员，他都已经要问路在何方。那你想想看，中共大部分的官员已经找不着北了，就是它反映了中共的核心的这些管事的这些官员已经找不着北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我们上次讲那个叫什么贵州一个组织部长，他在喝了酒也出来讲说，这现在一把手没法干，50%的时间在开会学习什么？学习这个习近平讲话。另外40%的时间安排干嘛？40%时间安排维稳，到处出状况，怎么办？就维稳，各种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到处都是问题。最后10%的时间干嘛？找钱，维持运转。就现在的一把手，现在各级政府，他的一把手，他的时间是这样的：50%时间在学习习近平讲话，领会中央精神；40%维稳，解决问题，各种问题，解决状况；10%找钱。你说还能干什么？基本上没啥可干，无法干事。厉有为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提出一些问题。他这篇文章连问了13次路在何方，重复9次讲什么？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他的这篇文章没有提到一句话，提到什么？我们要把改革推向深入，没有提。他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级别的问题？都是我们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什么问题他的这些问题，他都已经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回到了改革初期的问题。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听一下就知道，这篇文章其实是很有价值很能反映当今中国的一些问题我一段一段读我不是整篇文章读下来，我是节选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问题读给大家听一下。摆在我们面前有3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3条路就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3岔路口，路在何方？
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讲的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实际上是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政治改革啊？经济改革我们已经推到现在了，往下走不动了，那怎么办？那就应该是要改革上层建筑，改革政治改革，这是第一条路。他讲的第一条路，他只是不这么陈述啊。第二条路就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适应上层建筑，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往回改，就是反改革。其实讲的就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事，就是大力的推动国有经济，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搞供销社。其实讲的就是来适应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中共专制嘛，中共独裁嘛。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路，谁都不变，维持现状，该怎么办？这第一个啊，这不是第一个，这我选的一个啊，我选的一个。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民营与国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自愿组合，共同发展，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条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给国有企业下指标，把优秀的民营企业吃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路在何方啊？这是好，这个比较长啊。国家大法中只承认，国家大法其实讲的就是宪法，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里的关键词是合法啊，合法的三个字写在大法中的合法的私人财产，一定是指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合法的。那私人财产这么多，而且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之中，国家有什么部门或者机构来对私人财产的合法性进行认证呢？没有，起码直到现在没有。那问题就出来了，这么庞大的私人财产没有经过法律认证是合法的之前，那都处在不合法的状态，就变成了私人财产是有原罪的。那么只有经过政府认证是合法之后才合法，这把我们国家的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变成了有罪推定。如果大法里对公共财产和公民的私人财产都同样承认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没有以上问题了。那这里有涉及到对公共财产和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的问题，我们又站在十字路口，路在何方？中共有没有这么做？中共故意的，前面加合法的三个字，就是当年留下的尾巴。你的合法财产我才保护，你不合法的财产我怎么保护？我就不保护，我随时可以剥夺你。那么合不合法谁来定？我来定。实际上合法这三个字往宪法里一写，实际上这句话就等于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李有为在文章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两个问题。第一个，宪法不被执行，就是说就算宪法把这个合法的三个字拿掉也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中共自己就不遵守宪法，宪法规定的所有的公民的权利都不实施，那你有什么意义？所以李有为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第一个问题就是宪法不被实施啊，第二个才是李有为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宪法当中，他没有明确的保护私人财产，他只说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那不就是我们叫搬龙门嘛？龙门搬来搬去，你怎么弄啊？是不是？好，还有一段啊，我读给大家听，我觉得这很有价值，大家参考啊。由此我们引出什么结论呢？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和谐共处、和合共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呢，还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你看，现在开始问这种问题了。这实际上已经这些问题都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阶段了啊。在习总书记大力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
我们在国内是搞阶级斗争，还是搞建设中国公民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路在何方？啊，这是一个啊，最后再读一段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重要的是稳定民心，其中关键的又是稳定企业家的民心，使他们觉得他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得到政府法律的确实保障，便死心塌地的在国内拼搏投资发展，因而就可以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等，而不是像某大学教授所说，民营企业家的心态那样，需要我们是你们不得已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的神圣使命。如果他们对前景充满恐惧和担心，我们如何振兴中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路在何方？啊，我就回头我会把这篇文章贴到我们的评论区去，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看整个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值得一读啊，它反映了中共的这个核心的官员他们的迷茫和他们的困惑。习近平过去3-5年的时间啊，急剧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调整，的确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核心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利益宁的问题，就是路在何方，中国到底往哪边走啊？习近平很多反改革的措施出来之后，其实这个国家的方向就出现了不确定性啊，不确定性是说你到底想干嘛？那么我自己对习这一系列的动作，我的判断是2个，第一个就是习是想千秋万代啊，做个千秋万代的这个明君啊。从政治的角度上，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要改回去，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我们看，我们经济都已经变成世界第2大经济体了，我们已经是大海了，我们不是小池塘了。那我们小池塘的时候搞社会主义不成功，那我现在变成大海了以后搞社会主义能不能成功呢？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思路。那么现在厉宁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方向提出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个问，它其实是有质在里头，就质问在里头。对不起，因为厉宁这一代，厉有为啊，不，我叫厉宁，厉有为这一代官员，他们是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主体部分，就是说，他们经历了最重要的一些变化，就是建立市场体系，建立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制度啊，制度性的建设体系，各个他们都基本上都建立，所以他们很清楚中国现在的样子是怎么变到现在这个样子啊。像厉有为他们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代表了中国一大片有这样的背景的官员的看法啊，基本上是这样，好吗？我们今天就把这2篇文章大体上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一方面反映台湾岛内的一个情绪啊，另外一个也反映中共这另外一篇文章厉有为的文章反映中共党内的一个情绪，一个迷茫的情绪啊，大体上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去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呢，今天是这个我们北美是9号，那么亚洲已经到了10号，那我们在这里向台湾的朋友祝大家
双十节快乐啊！那么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心想事成。那么我们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尽量的简短，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今天这个题目呢，今天的主题呢就有2个，那么也请大家各自发表意见，好吗 ？Mike 猪，谢谢姥姥王，谢谢诚挚的祝福，我们热爱的中华民国第107个生日快乐。祝愿国运昌隆，全民安乐。好的，谢谢。观点：战争有2面，一面是用战争破坏和平，一面是用战争维护和平。没有倾向的反战，单纯的反战就是矫情。观点：台湾有先进的武器可以买到的时候，他说反战；台湾以增强国防阻吓战争的时候，他反战，这简直就是反制。OK， 观点：龙应台啊，龙应台的确矫情，自救者天救之。反战不等于怯战，除了疯子，没有人愿意参与战争，但这不等于刀架的脖子上，自己仍然无动于衷。如果台湾人自己不争气、不抗争，自己不愿意为保护自己的家园、民主自由、社会繁荣付出代价，别人凭什么帮你？香港人就是靠着敢于牺牲，终于换来国际社会的干预。其实这一点，大陆人更应该知道。如果自己不愿意牺牲眼前的利益，争取自己的民主、自己的公民权利，即使外部环境再有利，中国也永无民主宪政之日。很对，天助自助者啊。情绪，我认为反战这个概念本身没有错啊。台湾是被逼的不得不战，说起来十分悲哀。每每看到有人轻言一战，我内心十分哀伤。我美丽的家园及善良的台湾人将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不论我能不能活下来，这等破碎将一生无法弥补啊！战争当然我一直反对我们网友轻言战争啊，战争不要轻易的谈啊，我们就打吧。我不觉得大家应该这样做，但是对于台湾来说，那么台湾没有挑衅，台湾只是自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反战，我觉得不合理啊，不合理。观点路在何方，真正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改开之后的核心问题，就是改革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是手段，那就可以随时改变，随时回头；如果是目的，就该深化改革，不再回头。多年来的暧昧回避，是这篇文章戳破的东西，也是意义所在，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提问：20年来一直听说中国经济不行了。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出现大的下滑、崩溃之类的，请问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没有听说中国经济不行了啊。什么叫不行了？你这不行了要定义一下啊。那么经济一直没有一个恒定的经济状态，所有的经济体，它的经济都是处于一个这样的波动的状态啊。那么有在高峰的时候，有在低谷的时候。那么高峰的时候，我们就说它高峰要防止经济过热，低谷要防止经济低行啊。那么下滑，大幅下滑，或者硬着陆、软着陆啊。那么你说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所以你要问清楚，好吗？提问王老师，请王老师定义一下何为左，何为右。左和右不是我定义的，好吗？CCP 到底属于左还是右？我非常的迷茫。共产党当然一定是左，
这个没有疑问，一定是左，不存在右的共产党，右的那就不是共产党，是社会党。那么我们左和右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社会光就是政治光谱政治光谱。那么左中共共产党是左那么社会党是右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么左右之分主要还是讲的是政治取向的问题政治取向的问题。定义怎么定义？现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范畴那么我们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左和这右，也有政治层面的左和这右，或者是有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是找个时间来做一次这个题目嘛？我觉得这是蛮好玩的题目，左还是右，好不好找个时间呢，我们详细的做一下，好吗？提问：王老师觉得利有为的文章是否背后有人通过他来向外界传达反对意见，还是说只是代表一个退休老干部的看法？谢谢。我不知道那么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有这个想法，他是不是有背景那么我不知道利有为是不是这篇文章有背景，不好说但是以利有为现在的处境来看，我看不出来他的背景利有为其实虽然他退休了他其实早年也经常在一些时间会发表一些看法，这是他的风格这是他风格，有没有背景不知道。观点：监控技术的普遍采用，大数据分析智能化，让中共认为全面控制成为可能，自然也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干了。计划经济可以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大数据来分析需求，是这样，这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和以前不一样，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开始在感觉手上的工具能够把原来实现不了的东西能实现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到底成不成立呢？其实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大数据永远是滞后的，而需求是实时发生的。就是就算你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预测，你都是滞后的需求是实时发生的，而且需求实时发生根本无法预测，因为规模实在太大了。如果用这种东西能够算出来，那我们人类社会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所以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提问：有个金融问题一直想提，但是最近没有碰到相关话题。我的问题是，人民币现在都在哪里？在国内的人民币市场，人民币的数值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之前很多节目讨论过，老百姓缺钱，政府大企业大多缺钱，并有很多巨额债务欠债，那么人民币去哪里了？投资花的钱不可能丢到海里了吧？人民币在哪里？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没了解你的问题。钱去哪里了？钱去哪里了？钱在我们讲这样，钱不会消失，钱一直在流通那么要么在这个人手里，要么在那个人手里，要么在银行，要么在老百姓手里，要么在政府手里，要么在企业手里那无非是在这些地方手里。那么有些人说他没钱可能是因为他借了很多钱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我现在一个月挣1万块钱，假设我一个月挣1万块钱，然后买了一个500万的房子，我一个月要供8000块钱，供楼供8000块钱。为什么？因为我跟银行借了，比如说我跟银行借了500万的房子的话，我出了150万借了350万那么我每个月还8000块钱，假设这都是假设。
那么我等于是银行给了我350万，我把这350万给了谁呢？350万是给了那个卖给我房子的人。那么他拿了500万，就是其中包括150万我的首付啊，他拿着150万去买了另外一个房子，买了1000万的房子，那么他又跟银行借了一堆的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的钱都给了谁？给了银行。那么银行钱从哪里来？银行2个地方来，一个是储蓄，就是老百姓存钱存在这里，存钱存在我这里，然后我收到银行的钱，对老百姓来说我是借负债，然后我再把钱借给了你买房子的人，理解吗？钱就是这样滚出去了。钱最终为什么钱越来越大家感觉没有钱的原因是，当你房价涨上去的时候，在后面买的房子的人他就买更贵的房子，对吗？前面的人套现，他可能再去买房子的话，他还要买更贵的房子。实际上钱都跑到哪里去了？有可能跑到房子里去了，有可能你又拿着去买车，那跑到车里面去。那买车的人是把车卖给你的人是拿到了钱，但是他可能拿钱去还银行的贷款去了，等等。总之呢，钱没有消失，钱要么在银行，那么要么在企业啊，总之都在运转啊。那你说钱，为什么会有巨额负债？因为当你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你没有原始资本的时候，那你就借钱了，就这样，就是你买了一个你没有那么多钱的商品，那你就只好借贷啊。那也就是说，你借贷意味着什么？借贷就是寅吃卯粮啊。就是你花了以后的钱，你把以后的钱花了，那你就慢慢还呗，那你手上就没有现金了，就是这样啊。请问王老师聊一下汉族好吗？我们经常聊少数民族，发现很少聊汉族本身。我网上搜到的一些资料，很多学者不承认汉是一个民族。汉不是个民族吗？为什么不是个民族？汉族是个民族，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它基本上有3个层面的概念啊。第一个是血缘的层面的概念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汉族，它有生理特征啊，黑色头发等等啊，这生理特征，这是一个从种族的角度来讲嘛。第二个从文化角度来讲，那么有些汉族它有汉族的文化和传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还有一个从政治层面来说，就或者从这个自我认定的层面来说，就是我认为我是汉族，那么这是一个身份认同啊，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可以从3个角度来理解。但为什么不承认汉族是个民族？我没有看到，等我了解一下，我再来答你，好吗？观点：生产资料和劳动所得归公家所有和支配为左，生产资料和劳动所得归私人所有，支配为右。OK。提问：记得你以前有一期有关 TikTok 的节目中说过，像收购这种谈判最好是双方都不太满意才容易达成协议。能再具体解释一下背后的逻辑和心理吗？是这样，我们就以 TikTok 为讨论的标的啊。那么 TikTok 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什么？ TikTok 呢，就是美国政府要让它停下来，让它停的理由是什么？你拿了我的老百姓的私人数据，可能拿到北京去，拿到中国去，那你威胁我的国家安全，那么你要满足我这个条件。满足我什么条件呢？你必须把数据留在美国，而且得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看着这些数据，然后你还要等等一系列的条件，让我觉得你这里运转不会威胁我的国家安全。这是川普政府提出来的要求啊，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这边觉得你不能够你说的全部你说了算，你说了算的话，我这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直接给你了，那不行。那你不能把算法拿走，
为什么不能把算法拿走？因为 TikTok 的算法跟这个北京的这个抖音的算法是共享的。如果你拿走了我这个 TikTok 的算法的话，你等于就是知道我抖音的算法，那你不行。那你也知道我很多我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那我不可以。所以北京也有一些要求。TikTok 实际上 TikTok 和甲骨文，他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实际上在夹在中间啊，夹在中间，他们要做成一个交易，既能满足美国这边，又能满足北京那边。所以呢，基本上我说这个交易呢，这个谈判呢，就是双方都勉强能够实现，因为有些条件是对立的，很多条件是对立的，就是你不同意我就不行，我不同意你也不行。那一对立的话，那怎么办？那就必须妥协。双方都妥协，那就双方都不大满意，双方都不大满意就容易达成协议啊。如果其中有一方很满意，我要这个，这是我想要的，完全符合我的要求，但通常对方的要求就实现不了。为什么？因为很多要求是0跟1的关系，或者要么就是 A， 要么就是 B。如果它是中间的话，那双方都得妥协，双方都不会满意。如果其中有一方很满意的话，那另外一方面肯定非常不满意，这协议就达不成，大概就是这样啊。观点说反战也被骂成这样，说明岛内和大陆都一样，充斥了粉红色的网军。反共跟反战不矛盾，难道反共就一定鼓吹台湾跟大陆干一仗吗？历史的经验看，天天鼓吹战争的人，真正开战的时候不是投降就是崩溃，而真正抗争到底的恰恰是那些反战、希望和平而显得政治不正确的人。OK 观点，即使在中国，共产主义也已经破鼓万人锤，连中共领导层也没有多少真正信仰者，而习近平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充公私企，很容易被误认为共产主义复辟，但本质上这些政策更接近于希特勒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而不是更为暴烈的共产主义。我的观点是，习近平会放弃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另立更本土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另外，左派右派这一类因为各种原因已经失去了公认明确定义的词汇，我尽量不使用。 OK。 提问，请王老师预测一下美国大选结果。我人在美国，比较关心，我预测不了，我不预测，没办法预测。为什么？变数很多啊，没办法预测啊。提问，先点赞再提问。最近注意到国内各类工业品在大幅涨价，供不应求，例如纺织品下游原材料、汽车配件、国内粗钢、特钢、化工品原材料、家具、航运业价格今年年初到现在涨幅到了200%等等，这是经济强复苏的迹象，还是滞胀的增厚？这个应该是需求突然一下子出现啊，需求突然一下子出来，然后前面的供应不足造成的价格上涨。这是经济复苏，我们讲经济复苏，现在已经过了经济复苏的这个阶段啊。我觉得现在是外部需求在反弹啊，外部需求反弹的幅度很大，对这个需求增加，然后它原有最初的对需求的预测不足，那么它的备货不够造成的短期之内的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原因是这个。滞胀没有，现在没有滞胀，因为现在的它的价格上涨，我觉得如果它供应上来了，价格会跌下来。现在只是短期的，我认为是短期的这个供不应求啊。提问，王老师，我今天和我父亲聊天，他说川普是在装病骗选票，我该怎么说服他？需要说服吗？如果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
那你就不用说服他，让他继续认为就好了。我觉得没啥，等看结果呗。因为我们在很多公共领域的事件，其实有很多默认的前提啊，有很多默认的前提。这个默认的前提包括，我们基本上认为，公共媒体，美国的现在公共媒体基本上报道都是真实的啊。如果你认为现在美国主要的公共媒体报道都不是真实的，那你就基本上失去了判断美国社会的基本条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基本上就不用相信任何事情了啊，在美国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对外部的了解把握，当然你说有没有人有问题？当然每个媒体都有问题啊，每个作者都有问题，每个记者他的写的稿子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无限的接近真实，我们不可能完全真实，因为这是我们的局限。另外还有一个，记者也好，编辑也好，他都有他的他的看法。那么看法不一定能够导致这件事情更接近真实，它有可能没那么真实等等。那怎么办？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中间有多大的误差？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多看几个媒体。同一个事情，你看3个媒体，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件事情哪些误差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能够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怀疑的态度，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大体上能够把握这个社会在进行当中，就是它的进程是什么。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在怀疑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你不会有时间去了解真实的世界，因为你都在忙活这些怀疑。怀疑是需要的，但是怀疑必须有前提啊。观点反战很好，但是不要自我麻醉。中共武统台湾的决心已经越来越坚定，台湾没有一战的决心话，终究是守不住的。OK， 明谢庞庞，谢谢。国庆日想起从前国民党的口号：打倒恶共，解救大陆同胞。好 ，OK。李云平，谢谢，感谢王老师的评价，让人有更广阔的视野。今天是双十国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Chloe， 谢谢。JDP， 谢谢。对和平的热爱是有条件和有前提的。如果和平是第一目的，无条件投降可以立刻迎来和平。陈鹏，谢谢。习近平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国家领导人哪有时间写？我只见过欧美国家写回忆录，习近平的毕业论文没有人知道，小学文凭能有多高的思想？让所有教授去学泥腿子写的怪国怪论、误国怪论，岂不是国之将亡，幺蛾子进出？OK， 其实是这样，就是领导人写的文章当然也没有，欧美国家领导人写回忆录也很多人也是由其他的作家代写啊，很少有人真的自己写回忆录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